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活得最通透的人，在亲情里反而显得有点冷？他们不会为父母的一句抱怨失眠，不会为孩子的一次失败崩溃，更不会因兄弟姐妹的不理解而心痛。可奇怪的是，他们的家庭关系偏偏最和谐，这是为什么？今天我要揭开一个被误解千年的真相，它藏在佛学的智慧里，却很少有人真正读懂。金刚经说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很多人念了一辈子都不明白，它不是让你变得无情，而是告诉你真正的爱根本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样子。2500年前，佛陀说人生有8苦，其中一苦叫爱别离苦。你越爱一个人就越痛苦，不是因为爱本身错了，而是你把爱变成了执着，把关心变成了控制，把付出变成了交易。有一位居士来找佛陀，眼眶通红，世尊，我儿子不听话，我天天操心，他却不领情。佛陀淡淡回了一句，你痛苦不是因为儿子不听话，而是因为你认为他应该听话。这句话直接命中了亲情里所有痛苦的根源。一个词应该，父母应该理解我，孩子应该听话，另一半应该懂我。这些应该从哪儿来的？谁规定的？全都是你自己编的剧本，你写好每个人的台词，然后期待他们照剧本演。可现实是，人人都有自己的剧本，没人会按你的来。当现实和剧本不符，你就痛了。佛学讲缘起性空，世间一切关系都是因缘和合，时刻在变。你的父母不会永远是记忆里的样子，你的孩子不会永远需要你，这不是悲观，是事实。你接受了，才能从执着中解脱。真正的爱不是抓住，是放手，不是控制，是祝福。不是要求对方变成你想要的样子，而是允许他成为他自己。这就是为什么通透的人在亲情里看起来冷酷，他们看透了建立在执着和控制上的热情根本不是爱，是变相的伤害。接下来讲3个故事，指向同一个真相。第一个故事，佛陀时代神通第一的穆宗莲，他用神通看见母亲因生前吝啬，不信因果，堕入恶鬼道，受尽折磨。他心如刀割，变出美食送到母亲嘴边，食物却化成火焰，他试尽办法救不了。绝望中，他跪在佛陀面前哭诉，我神通第一，为什么连自己的母亲都救不了？佛陀说，你的神通再大，也替代不了你母亲自己的业力。每个人的业自己造，自己受，你救不了他，不是因为你不厉害，而是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你能救的事儿。穆女莲愣住了，但佛陀又说，有一个方法。7月15，僧众结下安居圆满之日，你用至诚心供养十方僧众，把功德回向给他。穆希连照做了，母亲终于解脱。这就是盂兰盆节的由来。注意，他一个人用尽神通救不了，可当他放下我一定要救他的执念，借助十方僧众的力量，反而成功了。真正的帮助不是逞强，而是知道什么是你能做的，什么是你做不了的。他成功不是因为他变厉害了，而是因为他终于承认了自己的无能为力。放在亲情里也一样，你想改变父母、孩子、另一半，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？连神通第一的穆多莲都做不到。当你真正接受我改变不了任何人这个事实，心里的重担一下就放下了。你不再需要为别人的人生负责，只做好自己能做的，然后把结果交给因缘。认清无能为力不是放弃，是解脱的开始。第2个故事，1000多年前，一位年轻有为的禅师10几岁通读经典，20岁就深通佛学。可他有个心结，他的父亲是个普通农夫，没读过书，从小对禅师严厉打骂，从不表达关爱。禅师出家后，一心想要度化父亲，让他学佛念经。可他每次回家，父亲都冷冷看他一眼，继续干自己的活。禅师讲经，父亲听不进去，送佛珠，父亲丢在角落。禅师越想度化，父亲越反感。后来父亲病重，禅师连夜赶回，跪在床前开始讲净土法门，声泪俱下，口干舌燥。父亲始终闭着眼，一句话不说。禅师绝望了，突然父亲睁开眼，虚弱却清楚地说，儿子，你从小聪明，什么都懂，可有一件事你至今不懂。你一直想度化我，可你问过我吗？我想不想被你度化？你以为你在帮我，可每次你讲佛法，我心里想的是，我这个儿子从没真正接受过我这个人，他总是想改变我，把我变成他心目中应该的样子。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开心是什么时候吗？不是你考上功名，不是被人称为高僧，而是你小时候有一次下雨，你跑到田里帮我收稻子，那一天你什么都没说，就默默陪我干活。那一天我觉得你是我的儿子。
说完，父亲闭眼3天后走了。禅师在灵前跪了一整夜，终于明白，真正的孝顺不是让父母变成你想要的样子，真正的爱不是去度化谁，改变谁，真正的慈悲是接受一个人本来的样子，哪怕那个样子在你看来不完美。他以为自己是在度化父亲，其实是在满足自己；以为自己是在付出爱，其实是在表达控制；以为自己是在尽孝，其实是在逃避面对一个真实的和自己想象不一样的父亲。那一刻他真正开悟了。后来他常对弟子说，莫以己心度他人意，不要用自己的心去安排别人的人生，哪怕最亲近的人，你也无权替他做决定。亲情里最可怕的不是冷漠，而是打着为你好旗号的控制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爱，其实只是把自己的焦虑、恐惧、期待投射到对方身上。你担心父母身体，就逼他们吃保健品；担心孩子未来，就逼他学这学那；担心另一半离开，就时刻掌控他的行踪。这些担心到底为了谁？是为了他们，还是为了你自己？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在付出，其实是在索取安全感、掌控感、自我证明。当你看清了这一点，你才能真正的爱一个人，不是那种让人窒息的爱，不是带着条件的爱，而是纯粹的，没有任何附加物的爱。放下为你好的执念，才是真正的慈悲。第3个故事，佛陀时代有一位在家居士维摩诘，智慧极高，连佛陀的大弟子们都自叹不如。有一次他病了，佛陀让弟子们去探望，结果舍利弗、目犍连、迦叶一个个推辞，说以前都被维摩诘问得哑口无言，不敢去。最后只有文殊菩萨愿意去。文殊进门见维摩诘躺在床上，问：居士，你的病从哪儿来的？维摩诘答：我的病从众生的病中来，众生病了，所以我也病了，众生病好，我的病就好。听起来很慈悲，对吧？可文殊又问，菩萨应该怎样慰问病人？维摩诘的回答震惊了所有人，不应该让病人产生更多的执着，也不应该让他产生更多的厌恶。什么意思？你去关心一个人，不要总说你一定要好起来，这会让他执着于健康；也不要总说你太可怜了，这会让他厌恶自己的处境。真正的慰问不是给对方更多执着，而是帮对方看清执着本身。他说应该告诉病人，这个身体是无常的、虚妄的，因缘和合的，不要执着它，但同时也不要因为无常就厌弃它，不照顾它。你可能会觉得维摩诘有点冷血，生病了不安慰，反而讲佛法道理，这算什么关心？可你再想想，当一个人生病，你只说别担心会好的，这真的有用吗？暂时好受一点，可他内心的恐惧、对死亡的焦虑解决了吗？没有。维摩诘做的事是从根本上帮对方改变看问题的方式。他不是不关心，他是用另一种方式关心，不关心对方暂时的感受，而是关心对方长远的觉醒。他表面冷，心比谁都热，他只是不愿意用那种表面无效的方式让对方陷入更深的执着。这3个故事指向同一个核心，在亲情里，越想抓住就越会失去，越想控制关系就越紧张，越想改变对方就越会抗拒。这不是高深理论，是最朴素的真相。佛学里说的放下，根本不是让你变得无情，恰恰相反，它是要让你的爱变得更纯粹、更真实、更有力量。现在做个深度分析。心经说色即是空，很多人不懂。简单说，色指世间一切现象，包括身体、感受、念头、关系。空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存在，而是说它们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。你今天的父母和10年前的父母是同一个人吗？从名字上说是，可本质上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变，身体在变，想法在变，和你的关系也在变。你执着的父母只是你心里的一个概念，一个标签，真实的父母每一秒都是新的。当你明白了这一点，你就不会再执着于父母应该是什么样子，因为根本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应该，一切都在变，一切都是因缘和合，一切都不是你能控制的。这不是悲观，这是解脱。龙树菩萨说，众因缘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既不执着于有，也不执着于无。就像一朵花，盛开时你欣赏它，凋谢时不执着它。你不会因为它会凋谢就不去欣赏，也不会因为它曾经美丽就强求它永远不变。这就是安住当下。当你用这种心态面对亲情，你会发现很多原本让你痛苦的事突然不痛了。
你不再需要父母的认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不再需要孩子的成功来证明自己是好父母，不再需要另一半的完美来证明婚姻值得。你只是安安静静在这段关系里做好能做的事，然后随缘。这就是冷酷背后真正的含义，不是不在乎，而是不执着，不是无情，而是更高层次的友情。具体怎么做？4个层次的修行方法。第一层，认清界限。什么是你能控制的？你自己的言行态度选择。什么是你不能控制的？别人的想法感受决定。很多人在亲情里痛苦，就是搞混了这两者。练习方法，当你痛苦时问自己，这件事儿在我的控制范围内吗？在就去改变，不在就接受它，就这么简单。第二层，放下应该，这个更难，因为应该已经刻在我们脑子里。父母应该爱孩子，孩子应该孝顺，夫妻应该理解，这些应该是你设定的标准，不是对方的。你用你的标准要求别人，别人当然达不到。练习方法，每当你心里冒出他应该的念头，立刻换成如果他能够，那很好，如果不能也没关系。比如妈妈应该理解我，换成如果妈妈能理解我，那很好，如果不能也没关系。老公应该记得纪念日，换成如果他能记得，那很好，如果不能我可以提醒他或者自己庆祝。孩子应该听话，换成如果他能听我的建议，那很好，如果不能他也有他的考虑。第三层，看见投射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在关心别人，其实是在投射自己，把自己的恐惧投射到父母身上，所以逼他们健康；把自己的焦虑投射到孩子身上，所以逼他们成功；把自己的不安全感投射到另一半身上，所以逼他们报备。当你为某个亲人担心或愤怒时，问自己，如果我对这件事完全不在意，会怎么样？假设一下，你会发现那个变化恰恰是你自己害怕面对的东西。比如你担心父母健康，如果你完全不在意，你害怕什么？可能是怕万一他们出事儿，你会内疚，怕自己不是好孩子。所以你的担心不只是为了他们，也是为了你自己。当你看见这一层，你的担心就不会那么沉重了。你知道这里面有一部分是你自己的课题，不是他们的。你可以为自己的课题负责，同时允许他们为自己的人生负责。第4层，转化连接。前面3层都在说放下，但放下不等于放弃，不等于切断关系。真正的智慧是在放下执着之后，建立一种新的、更健康的连接方式。核心就是2个字：祝福。祝福不是期待，不是要求，不是控制。祝福是我希望你好，但好的定义由你自己来决定，不是由我来决定。我支持你做任何让你快乐的事，即使那不是我想要的。我相信你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负责，即使你会犯错。祝福是一种完全无条件的爱。当你用祝福取代期待，用接纳取代控制，你会发现家人不再需要防备你、对抗你，因为在你这里是安全的。他们可以做真实的自己，这才是真正和谐的关系。特别强调，这里说的冷酷和真正的冷漠完全不同。冷漠是漠不关心，是你死活与我无关。而我们说的冷酷是在深深爱着对方的同时，保持一份清醒，知道什么是我能做的，什么是我做不了的。放下对方应该如何的期待，允许对方成为他自己，不把自己的焦虑投射过去，不用爱的名义去控制。很多人一听到放手，就以为要不管不顾，老死不相往来。不是的，真正的放手是在关系里保持从容和自在，而不是切断关系。你可以关心父母，但不需要替他们焦虑；你可以帮助孩子，但不需要替他们活；你可以爱另一半，但不需要把对方变成你的附属品。总结一下，为什么活得通透的人在亲情里看起来很冷酷？因为他们看清了真相。真正的和谐不是来自控制，而是来自放手；真正的爱不是来自执着，而是来自自由；真正的慈悲不是满足对方的期待，而是帮助对方觉醒。3个故事，穆迪莲告诉我们，认清无能为力是智慧的开始；禅师告诉我们，放下为你好才是真正的孝顺；维摩诘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关心是帮对方看清真相。4个方法：认清界限，放下应该，看见投射，转化连接。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在你的生命里，有没有一个人你一直想改变他，想让他变成你心目中应该的样子？可能是父母、孩子、另一半或者兄弟姐妹。你愿不愿意从今天开始，试着放下那个应该？不是放弃他，不是不管他，只是放下你对他的执着、期待、控制，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。你可能会发现，
放下的那一刻，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。当你不再试图改变对方，对方反而更愿意向你敞开。你们的关系在某种奇妙的方式下变得比以前更好。这不是我的理论，这是无数人的真实经历。佛学里关于放下的智慧流传了2500年，帮助了无数人走出痛苦，找到自在。最后用一位老禅师的话结束：花若盛开，蝴蝶自来；你若精彩，天自安排。你不需要追着别人跑，不需要拼命改变谁，你只需要把自己的生命活好，把自己的心照顾好。当你自己足够安定通透的时候，你身边的关系自然就会和谐。因为你不再是那个向外索取的人，而是那个能够向外给予的人。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祝福，愿你的心永远自在。